好，我是 Mini。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品尝一下北京的几样特色小吃，而且它们的味道，很多人都接受不了，因为很怪，味道很怪。第一个食物就是内脏类，动物的内脏。这款美食的名字叫做炒肝儿。炒肝儿。第二道，我会带你们去品尝一下卤煮。卤煮它也是北京相当有名的美食，然后它也是用猪的内脏做的啊，味道呢其实是有点难以形容的。第三个美食叫做豆汁儿，你们去网络上找一下啊，有好多视频都是拍摄大家喝第一口豆汁儿时候的表情，很多人第一口下去就直接喷了，因为味道太奇怪了。第四道就是羊肉串儿，它不能说是非常奇怪的味道吧，但是在北美呢，大家不是很习惯会去吃羊肉。最后一个，它依然是北京的特色美食，叫做面茶。面茶，它是一种黏糊糊的食物，类似于粥一样的，里面呢有很多的谷物，有很多芝麻酱。OK，准备好了吗？跟我一起去尝尝吧。烟袋斜街，这条街很有名，后面就是北京著名的鼓楼啦。哇，太有感觉了。看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家。还是秋季。哦，人还是很多。点好了一份炒肝儿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快看快看，这是猪大肠，里面还有很多的蒜，这样吃起来不会很腻。哇，太美味了！我记得当年我带我妈妈去吃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受不了内脏的味道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不吃动物的内脏吧？接下来我们去吃第二个奇怪的美食——卤煮。天啊，这家竟然关门了！哦，是搬迁了，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哎呀，白跑一趟。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去买豆汁儿。年份草原创建1900年，距今125年，已经被列入中华非物质文化。你好，豆汁儿怎么卖10块钱一瓶。？是一瓶儿，常温吗？啊，我来一瓶吧。刚才我买这个豆汁儿的时候太搞笑了，
它的支付方式呢是用手机打开支付宝，然后碰一下那个机器就直接支付了。但是我当时呢还没有去碰那个机器，离那个机器呢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就支付成功了，我都震惊了。这个豆汁儿的味道很特别，第一口喝进去呢是有一点点酸，然后过了几秒钟，味道就变得有点臭，就没有豆子的味道，像变质了的味道，但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难喝，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还好这个是瓶装的，我可以随身带着。哈哈哈，咱们开始去吃第4道美食吧，羊肉串儿。这个羊肉串儿多少钱？今天的有可以买一串吗？现在是优惠时间，我吃不了。现在是优惠时间，30元2串，优惠时间。现在是优惠时间，30元好多呀！优惠时间。这个2串对我来说太多了，但是它是1串卖20块钱，2串卖30块钱，所以呢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买2串，太会做生意了。羊肉串是我特别喜欢的美味。加一点点辣椒更好吃。OK，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第2天了，因为我第1天吃的太多了，实在是吃不下了。好，今天带你们去品尝一下面茶。那这一家呢是隐藏在老北京的胡同里，让我们一起找一下。应该是这里吧？是口面茶吗？对。哎，我们找对了。哎呀，谢谢。等着了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颜色也太漂亮了吧！刚出锅的面茶，热乎乎的，闻起来特别香。卖面茶的地方没有座位，所以我只能找地方给你们录，因为我要架手机，找了好久才找到。特别香，是咸口的哦，我还以为是甜口。很好吃。这个拍摄角度好奇怪，但是没办法，只能这样给你们拍。而且我现在还踮着脚，不然高度不够。是那种特别香的芝麻的味道。吃完面茶，我在胡同里逛了一会儿，晚上又有点饿了，于是我就又去喝了一碗豆汁儿。豆汁儿的味道虽然奇怪，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真的很高，同时又搭配上了另一款北京的特色小吃
叫做焦圈儿。喝豆汁儿配焦圈儿，再配上小咸菜，可以说是以前的老北京人最常吃的食物了。OK， 你们对哪样美食最好奇呢？如果有机会来北京，你最想尝尝哪个食物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Okay,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's video. I'm Minnie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